萌警官芒小五今天上任了，而且他还是有警号的正经编制，现场牌面给的也很足。金主爸爸也专门搞一辆车来帮小吴警官宣传。不得不说，小五这孩子是真争气。王女士今天又能跟着儿子吃大餐了。然而这一切好像冥冥之中早有定数。当时小五抓周选的就是编织龙，岂不正是编制的意思？外公把小五抱到了抓周现场，直接就放到了金饭碗边。但小五闻了闻，好像并不感兴趣。他又闻了闻编织龙以及旁边的红苹果，紧接着又闻了闻三馆长的官帽，最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编织龙。看来我们的小吴警官刚满1岁时就已经有了如此清晰的职业规划。有网友还调侃说，小五很适合做交警，毕竟他眼神劈叉，可以同时盯到2个路口。也有网友说，今天小五警官上任这么大的日子，怎么没有把小五的黑屁股洗一洗？据说外公一大早还真给他洗了。有游客都听到小五在内卷的叫声了，此处已经可以脑补出小五被搓澡搓到哇哇叫的场面了。估计这个青苔染的黑屁屁真的是洗不掉。小五警官今天上任后，可以先查一查芒女士，毕竟前一天这娘俩在自家大院飙车的时候，芒女士竟然作弊超了近道。她突然冒出来的那一刻，都把我们的小五警官吓坏了。果然我们小五警官还是输在了年龄小，心也没有妈妈多，而且芒女士还经常不服从管理，冲撞小五警官。但是小五最多也就只能口头警告一下芒女士，毕竟我们小五警官还是一个没有断奶的奶娃娃。把芒女士逮进去了，她饭都没得吃了。也真不愧是3分钟就能让男人怒砸3000万的熊猫，这整活的业务能力绝对是首屈一指。这天林岩把小粉桶推到木架边，准备踩着粉桶爬上木架，结果脚底一滑，林岩直接掉进了桶里。这会儿他的小肚腩起到关键作用了，正好卡在了屁股的位置。此时已经失去平衡的林岩也顺势倒在了地上。林岩本来想来一个鲤鱼打挺甩掉粉桶，结果自己的小肚腩卡得太紧，愣是没甩掉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林岩这是在 cos 美熊鱼。后来林岩自己也觉得很尴尬，于是故意的打个哈欠做掩饰，然后顺势一脚踢飞了粉桶，整套动作干净又利落。然而这也不是胖岩第一次出现这种尴尬的场面了。这天他本来正坐在绿色陀螺上宠粉，有些害羞的林岩想后仰一下凹一个更帅的造型，结果却把自己摔了个倒栽葱。当时的林岩为了掩饰尴尬，就故意耍帅的把一条腿搭在了陀螺上，摆了一个自认为很酷的 landing。 不得不说，现在的林岩多少是有点偶像包袱在身上的。小时候的林岩因为嘴筒子有点长，抽条漆也比较瘦，被大家笑称是车座子，还说当年栾洞的馆长去中心挑选熊猫时，是因为天黑看不清，才骑着个车座子就回来了。林岩得知后也很生气，暗暗发誓一定要把自己吃成圆脸熊。于是林岩很不挑食，每天吃完自己那份竹笋，还会吃掉麦麦剩下的笋屁屁，主打一个勤俭持家。有时候胖岩怕大家笑话他，就用大绿碗盖着脑袋吃。只是网友这评论确实有些扎心了。于是在林岩的不懈努力下，他终于从一个瘦瘦的车座子吃成了一个胖胖的车座子。但车座子也有车座子的优势，林岩不仅可以一口塞下整个的苹果，他的打包能力也很强。即便现在林岩已经成为了栾洞的台柱子，他也一样的爱节约粮食，同样会主动承担麦麦剩下的笋屁屁。果然每一个迪拜式吃笋的熊猫背后都有一个不挑食的兄弟替他兜底。可能有人宠孩子宠成这样啊。昨天栾川出血，因为温度不够低，雪也不够大，所以落在地上的雪都化了。奶爸知道林岩和麦麦喜欢雪，为了自己的2个好大儿能玩上24年的第一场雪，奶爸坐着缆车，拎着小铁桶，拿着小铁锹，来到山顶，把雪一点一点的收集起来，手都冻得通红。虽然林岩总是想方设法把奶爸挂网上，但奶爸却实实在在放他在心上。奶爸好不容易收集满了一整桶，又生怕雪化了，拎着小铁桶一路小跑回家。结果奶爸并没有止步于此，而是又提来了2个小桶，并且都装得满满的，这才心满意足的回去了。林岩和麦麦看到雪后，和想象中的一样开心。奶爸还给雪上插满了笋笋，胖岩把盛雪的大绿碗抱在怀里，还从里面拿出一小块搓了搓耳朵，最后干脆把雪都倒在自己的身上，疯狂的蹭脑袋。麦麦玩的也很开心，虽然小小的一桶雪不需要什么成本，但这里面却装满了满满的爱。还记得胖岩在雪地里撒欢的样子，化身推雪机，顺便还解锁了各种滑梯姿势，正着滑，倒着滑，侧着滑，而且他还知道翘着小手手减少阻力。奶爸还教了麦麦在雪地里怎么玩，麦麦也是一点就会，看着爷俩的动作是不是一模一样？但这俩逆子玩嗨了也是不顾奶爸的死活。先是麦麦顶着暴雪蜷缩在门口吃饭，像极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，但在这凄惨的镜头之外，是冻得瑟瑟发抖，可怜又无助的奶爸。爸爸，快点乖，回去吃笋，你给你。尽管喊破了嗓子，麦麦也不理他。林岩就更厉害了，
年轻小伙火力旺，寒冬腊月天洗冰水早啃冰块。这画风着实有点凄凉。如果不是奶爸先发制雄，先一步把事情的经过发出来，恐怕林岩想挂奶爸的计谋就要得逞了。他又要去玩冰去了，我真服了。你真的要让我死网上吗，林岩？我给你放个悲催点的音乐吗？但奶爸有时候也是欠欠的，他会在直播间公然说林岩是小黑胖，还说林岩是王八绿豆眼。这对活宝父子真的太有意思了，整天相爱相杀，成为了很多人的快乐源泉。我考古长龙雷友友的黑料才知道，为什么都说他是凭实力单身。有叔作为长龙的榜一大哥，长得高大威猛又帅气，他还和长龙的一众美女熊没有近亲关系，那他为啥至今单身，硬生生的把自己活成了妇女之友呢？据青姐爆料，其实长龙给过友友不止一次机会，先是撮合他和菊笑，刚开始两熊处的还挺好，但到关键环节友友却不会了，竟然4条腿都站到了菊笑的身上。当时的友友有130公斤，而菊笑只有100公斤，结果他就这么水灵灵的站在人家菊笑身上了。跟菊笑现在给他一次机会吧，让他看看能不能交配啊。结果呢，不会，4条腿站到人家菊笑身上，把菊笑给累得哈哧哈哧喘大气啊。也得亏菊笑脾气好，只是跑开了。要是个脾气暴躁的女熊，高低也得揍他一顿。于是第一次相亲以失败告终。后来长龙还安排过友友和梅青，友友对梅青可以说是一见钟情。梅青从他的场地边经过时，他都会激动不已。结果就是因为太过激动，肚皮一不小心趴到电网上了，把友友吓得一激灵。美女没得到自己还被吓一跳，把友友都给整抑郁了，整天趴在那里不思饮食，1个月暴瘦了9公斤。看到友友对梅青如此喜欢，饲养员后来也安排了他俩相亲。大家都知道梅青更喜欢小鲜肉，对友友并不感兴趣，于是梅青就吼了友友，把友友吓得撒腿就跑。后来梅青不怎么吼他了，他也尝试着靠近梅青，结果梅青一回头又把他给吓跑了。友友的胆子真的比芝麻还小。那换了梅青，那没到梅青跟前呢，梅青凶根本就看不上他。梅青嗷的一声，像狗叫一样，哇呀，掉头就跑，跑得那叫快呀！还有一次，婷婷从他门口经过时吼了他一声，把友友吓得满场跑。他是平等的害怕每一只女熊，谁都能过来骂他几句。所以他经过婷婷的门口都是小心翼翼的哈，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，怕婷婷，怕梅青，怕菊笑，分分钟还怕所有的女熊哈。所以说到长龙的底层熊，酷酷只能排第2，友友才是实至名归的第1。后来的友叔也是封心所爱，当起了妇女之友，就算发情期也可以和女熊隔着围栏友好相处。反正他把所有的一些雌性大熊猫都发展成了闺蜜。这傻乎乎的气质，倒是和他远在大连的老弟金虎有些相似呢。这准备翻门越狱的大熊猫，就是从马来西亚回来的3公主生意。生意真的就是性格超好的社牛体质，他从大马回国1个半月就展出了，也就是说隔离检疫结束没几天，他就和大家见面了。而且这孩子整天都是活力满满的，像是身上装了电动小马达一样。在生意这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适应期，生意在大马的时候也同样爱越狱，当时他小小的一只就练就了缩骨功，经常会从门缝里悄悄地挤回家。奶爸当时也很纳闷，明明把他抱到外场营业了，门也关上了，他怎么就自己回来了？于是奶爸为了一探究竟，就蹲在旁边看着生意越狱。当奶爸看到生意成功的挤过去的那一刻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估计当时都被这个小机灵鬼给气笑了。后来奶爸担心生意有卡在门缝里的安全隐患，于是就用轮胎把门缝堵上了。但是奶爸还是低估了生意的实力，他竟然踩着轮胎挤过去了，这可把目睹这一切的凤姨妈妈急坏了，自己的孩子竟然在眼皮子底下就这么消失了。后来奶爸又把生意原路退了回来，等生意又长大了一些，他还想像小时候一样从门缝里挤过去，丝毫没意识到他现在的脑袋比3个门缝还要宽，他挤不过去还生气的在地上翻跟头。生意不只会这一个越狱技能，他还会翻墙。只见生意飞速爬上假山，然后踮着脚扒着围墙向上爬，小家伙靠着强大的臂力还真的爬上去了。正当他马上就要越狱成功之时，却被奶爸发现了，拿来梯子把小家伙推了回去。生意是3姐妹中最调皮的那个，也是让凤姨妈妈最不省心的那个，肤色也不像妈妈和姐姐那样白得发光。回国之后的生意拥有一个大院子，更是完全释放了他活泼的天性，拆家毁树，每天都整活不断，把院子里的小树薅秃了还不罢休，他还要把树枝咬断。不得不佩服这丫头的平衡能力和核心力量，就这样踩着树枝还能退回来。生意的反应能力也很强，当他拆树翻车要从树上掉下来时，他也能及时抓住树枝，然后顺势滑落下来。生意虽然很调皮，但他特别听奶妈的话，只要奶妈一喊他，他就会立刻下树回家。像生意这样性格活泼可爱的小熊，真的很难不爱他。